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富豪悬赏10亿捉拿凶手，全日本人都为此当上杀手的故事。电影名字叫做《10亿追杀令》。故事一开始，日本东京的一位女孩被残忍杀害，引起全城轰动。杀害女孩的人是一名刚刚出狱的变态杀人魔，名字叫懒崎。懒崎杀到女孩后，便开始了逃亡生涯。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就这么躲躲藏藏的过一辈子，却不知自己所杀害的这个女孩背景很强大。女孩的爷爷是东京城里的顶级大富豪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孙女被杀，大富豪心痛不已。他等待警察办案3个月，结果却一无所获。为了尽快抓捕凶手懒崎，大富豪在报纸上刊登了悬赏告示，谁能杀死杀害自己孙女的凶手，谁就能获得10亿日元的赏金。此消息一出，几乎全日本的人民都主动成为了赏金猎人。懒崎在看到这份悬赏告示后很害怕，他找到曾经的狱友，想让其帮助自己逃过一劫，却没想到差点死在狱友的手下。原来狱友也被10亿的赏金所打动了，为了活命逃出升天的懒崎只好来到警察局自首。警方为了给懒崎定罪，需要先将他带到总部进行审判，但由于现在到处都是赏金猎人，外加上此行路程遥远，为了保护懒崎的生命安全，长官组建了一支护送队。护送队当中有2名是特工警察，男的叫土豆，女的叫酸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位年轻警察，1位老警察和1个光头警察。在出发之前，护送队的5人看到了一则新闻，就在刚刚，先前那名刺杀懒崎的狱友获得了富翁赠予1亿的奖金。此新闻一出，全民再次陷入沸腾，看着没杀死凶手的人都能拿到赏金，更多的人加入了赏金猎人的队伍中。这样的结果无疑是给护送队增加了难度。接着5人又接到了看守所的电话，电话那边表示，刚刚看守所里的一职员想要杀死懒崎，幸好被其他同事阻止。5人听后赶紧来到看守所看望懒崎。此时懒崎的情绪非常激动，为了让他平缓下来，警方叫来了看守所的护士，可没想到这名护士居然也想利用工作之便杀死懒崎。没办法，护送小队必须带着懒崎提前离开。护送小队急匆匆地来到机场，却被告知他们所乘坐的航班已经被迫停飞，因为驾驶飞机的师傅也想杀死懒崎。无奈之下，护送小队只得选择驾车护送。为了掩护护送小队，警方一同出发了几十辆警车，可即使是这样，依旧有不怕死的人前来拦截。对方利用油罐车引起大爆炸，想要炸死懒崎，可惜最终没有成功，反而还害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。看着驾车护送行不通，5人又改成了乘坐高铁。土豆向列车长要来了一个独立的车厢，可是还没过多久，土豆就发现在某一网站上，他们的位置被实时更新着。要知道目前他们所走的路线只有5个护送队的人知道，这也就证明5人之中一定有内奸。还没等土豆细想完，就已经有赏金猎人杀了进来，双方陷入了混战。战斗中，年轻警察为了保护懒崎被赏金猎人枪杀。临死前，年轻警察问土豆，我们用生命去保护一个10恶不赦的变态杀人犯值得吗？是啊，值得吗？或许土豆也不知道。很快他们制服了车厢里的赏金猎人，乘坐的列车也随之到站。土豆赶紧带领其余人护送懒崎下车，可刚一下车，就遇见一位中年男子要挟着一个小女孩，逼迫他们交出懒崎。情急之下，光头警察开枪杀死了中年男人。之后光头警察因杀人被抓，原本5人的护送队直接变成了3人。一路奔波的他们早已身心疲惫，几人坐在路边休息。趁休息之际，土豆打开了手机，却依旧看到他们的位置在网络上实时更新着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老警察手腕有些异样，他走上前查看，果真老警察的手腕上植入了跟踪芯片。面对土豆的质疑，老警察只是跟那名年轻警察一样问了同一个问题，一个变态杀人犯真的值得我们如此豁出性命吗？土豆没有回答，而是撇下老警察，和酸菜一起带着懒崎离开了。在接下来的路途中，酸菜由于一时疏忽被懒崎残忍杀害，看着自己最后的一个队友在护送中也失去了生命，土豆内心崩溃，他拿枪抵在懒崎的头上，但最后还是没有扣下扳机。终于，土豆将懒崎送到了总部检察院，可他们刚到门口，大富豪就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冲了过来，想要亲手了结懒崎。土豆赶紧上前阻止。就在富豪与土豆僵持时，懒崎趁机捡起地上的刀，冲过去想杀死富豪。土豆见状，迅速替富豪挡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大出血的土豆被送进了医院。而故事的最后，富豪撤销了悬赏，懒崎也被判了死刑。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土豆的做法，但或许这就是法律的真正意义。法律从不是谁的正义，而是道德的底线。如果有仇就能杀人，那这个世界将会陷入以杀止杀的死循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